如果您在 YouTube 上搜索什么是索罗纳，你会得到50个价格预测、3个解释 Proof of History 历史证明的视频，还有一堆采访。没有一个很好的视频能够简单的概述索罗纳提供的所有内容。欢迎来到加密阿尔法，这是 YouTube 上面的加密货币频道。在这里，我们将使用类比、故事和例子来解释加密货币世界中的话题，以便你能够轻松的理解它们。索罗纳生态可以说是屹立不摇，从上一次的牛市260几元跌到个位数，又从地狱爬回到200多。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索罗纳这3个月以来展现的强大的恢复力。许多人肯定也好奇，索罗纳是否在现今的牛市当中能够持续稳定的上涨。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当中，我们将解释什么是索罗纳，他们在 ETH 上具有一些疯狂而独特的技术改进。想知道市场预期索罗纳有机会成长到多少呢？到底索罗纳 ETF 有没有机会议案，甚至是通过？如果你是持有或者是正在考虑购买索罗纳，甚至是囤币的那些人呢，这部影片的话一定要仔细的看完，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索罗纳吧。最后我们将讨论一些你可以用来进行价格预测的 Token Max。不过在我们即将开始今天这支影片之前，还是要去说明一下，我们这期视频不做任何的投资意见，仅仅只是作为科普。同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针对索罗纳生态具体了解一下索罗纳生态所带赋予的价值。在我们进入索罗纳的技术细节之前，让我们先来谈谈它为什么令人惊叹，以及是谁创造了它。安纳托利·雅科文科是第一个撰写白皮书的人。你需要知道关于他的一件事情是，他非常的聪明，并且在母公司工作了大约10年。如果有幸阅读过白皮书的人，他确实是相当技术化，其中有一些可以被理解的句子。区块链的名字来源于他最喜欢的索罗纳 Beach， 这是一个海滩小镇源自于圣地亚哥北部。索罗纳的区块时间是400毫秒，这意味着他们处理起来非常快，特别是将你与 ETH 的10秒区块时间或者是 Bitcoin 的10分钟相比较时。此外，索罗纳自称可以处理高达大约71万每秒交易数，这大约是 Visa 处理的30倍。尽管他们过去从未真正超越到5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够达到71万的这样每秒的交易数，只是他们还没有尝试过。所以索罗纳网络既快又强大，而且成本低。我会说它可以相较于 Matic 网络相媲美，交易的费用大约是100%的每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看看它是如此这么快和便宜的。我们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他们的共识机制，这只是一个华丽的说法，表示每个人如何同意区块链应该是什么。现在他们不再使用 Proof of Work 工作量证明，也不完全使用 Proof of Stake 权益证明。实际上他们在他们的白皮书当中描述了一种叫做 Proof of History 的新系统，它基本上是 Proof of Stake，但加入了时间这个特殊的变量。所以你需要知道 Proof of History 它不是一种共识的机制，而是一种将时间整合到区块链数据中的一种方法。我们使用一些叫做时间戳的东西来记录区块链上标记特定的日期和时间。那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允许验证者以非常快速的排列顺序，基本上他们知道如何提交区块的顺序，并且不需要来回沟通。其他区块链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就时间达成一致。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计算机会不断的询问现在真正的时间是什么，因为它不能像我们一样来查看手机或者太阳来判断当下的时间。那么对比较其他区块链的形式上，节点这个词的话，其实只是网络上计算机的一种说法，必须来回不断的进行聊天，直到他们同意一个时间，而且他们必须在提交区块之前完成这样一系列的操作。在计算机的世界当中，这种聊天可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索罗纳通过使用 Proof of History 来解决到这样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在区块链上标记时间戳，并且使用到一种加密证明，这样他们就不必等待每一个人同意相对应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可以在事后统一数据在区块中的组织，这意味着我们不必等待其他验证者批准和检查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用一个著名的 Whiteboard Capital 的故事来说明。想象一下，如果你需要让家里每一个人都给你寄一封信，你希望是他们一天一天的寄出，你必须要先给到他们一封信，然后他们才能把所有的信寄给你。你的信都在邮寄的期间，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段。如果你下次见到他们时，你只是说嘿，请在1月4日下午4点给我寄一封信，你这样你就会知道信件会寄出，不需要浪费在时间或者资源上来询问他们。长话短说，你可以安排好在你的叔叔在1月3日寄信，你的阿姨在1月4日寄信，你的表亲在1月5日寄信。我们希望按照顺序阅读到这样一个信件，但问题是他们每个人都使用了不同的邮件服务商，比如 UPS， 比如 FedEx，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时间不同，而且你的叔叔比如说正在出差，离得很远，通过让他们在指定的日期然后寄信，他们的信件可能不会按照顺序来到达，即使他们在信中写下了实际寄信的时间，也不能保证你会在具体的时间内收到，以便于你在收取信件的时候对他们进行到一个整理。那么基本上 Proof of History 的允许节点只需抛售我们一堆的区块。有些人网速应该会比较快一些，相较于其他人，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对他们发送的日期是比较正确的，然后收集到整理它们，再添加到对应的区块链当中。Proof of History 还涉及到更多的内容。顺便说一下这个比喻啊，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比喻，我们的阿姨、叔叔、表亲实际上只是发送区块的不同人而已。我们可以用数学计算出我们叔叔实际上是在1月3日写了他的信。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索纳大约有25个区块，有25个人同时验证，这就是他们如此大幅度超过 Visa 的原因。说到他们与 Proof of Stake 的相似之处，我个人喜欢索纳的一点是成为验证者没有任何要求。那在我们即将探讨到索纳的 Token Max 之前，你应该知道索纳的智能合约和 ETH 是有很大不同的。ETH 使用虚拟机类型系统来运行其 Solidity 的代码，而 Solana 使用 Rust 编程语言。 Rust 是一种非常低级的语言，意味着它会更加的淳朴强大，但它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创建对应的内容。这样做的一个缺点是，开发人员不能够像其他区块链那样简单并且复制粘贴到他们的 dApps 和项目。从 ETH 网络上移植的一切必须要从头开始编写。不过他们将比 ETH 的话，智能合约拥有更加强大的能力。最后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Token Max。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观看我们的视频是为了了解下一个代币或者是项目的运作方式，以便进行投资。请注意，我们永远不会提供任何投资建议。Solana 的网络上的代币是 SOL， 它被用于交易费用，并广泛用于区块链生态系统。从这里可以看出 Solana 是通胀和通缩的结合。它是通缩的，因为很长一段时间100%的交易费用都会被销毁，现在大约 50% 被销毁，但它也是通胀的，因为他们最近批准了一系列的通胀计划，质押奖励大概是 8%， 但是每隔几天会削减到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量，直到最终的质押奖励在10年后达到 1.5%。 在总的供应量方面，他们大约有5亿个代币，当然随着 Proof of Stake 的奖励，它将持续进行到增加。还需要提到的是，他们在 ICO 之前有4轮4人融资，这4轮融资的话，一共大约出售了 36% 的供应量，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另外 13% 的代币分配给了项目的创始人， 10% 分配给了 Solana Foundation，剩下的 39% 用于社区项目的资金，那目前也是 Solana Foundation 所持有的。那么此次 Solana 有机会成长到多少呢？到底 Solana ETF 有没有机会议案呢，或者是通过？ Solana 近期一度从谷底翻身，除了本身的交易手续费便宜而且方便使用之外，最主要的是有许多民营币诞生在 Solana 平台上，像是透过 PopFar 的这样一个平台就可以简单的发射代币。除此之外呢，也有许多类型的 Telegram bot 可以进行到跟单或者是狙击这样一笔交易。但不管怎么说，整个索拉纳生态上，从 TVL 增长速度到交易量，甚至都一度超越了2个以太坊。手续费消耗也一度超越了以太坊。除了链上数据表现亮眼之外呢，也有大量的大型跨国的传统公司也开始把触角伸向了 Web3 的领域，而索拉纳肯定是他们目前的首选。
在如今的加密市场当中，比特币和以太坊的 ETF 已经通过了，那么接下来也会有人说Solana ETF 是不是会是下一个？但事情上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最主要的是，首先比特币和以太坊的 ETF 早在现货 ETF 通过之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有期货市场了，并且交易了一段时间，那是有记录的。那也就是说，期货 ETF 其实早就已经问世，再加上早期像一些国家，比如说加拿大，也早早的就已经有了现货。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现货 ETF 的产生，所以说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由于 Vanner 提交了索纳现货 ETF 的申请，但是基于我们目前所说到的原因，索纳其实还没有期货的先例作为基础，一下子要通过现货 ETF 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除非有大的机构像是贝莱德的进场，才有可能增加到相对应的点击率。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风险，其实呢也会跟 Solana ETF 乐观程度有关联性。总之呢，短期内的话 Solana ETF 是一个虚假的议题，可以说暂时性，不需要在这类消息上进行琢磨。虽然说 ETF 不会通过，或者是不会大概率的通过，但是 Solana 还是有很多优势所在的，所以说通过 Solana 现货 ETF 的机会渺茫，但是也遮盖不住 Solana 本身它自带的一些优势。不过我们讲到了很多关于它的优势也不代表着它没有其他的一些变因。Jump Capital 也曾经因为 Solana 团队有过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失误，那这也可能导致了 Five Dancer 的进度被拖延。除此之外呢，交易速度大幅提升之后，也要确保服务器能够稳定的运行，而不是增加负载量等，导致这个服务器断线或者是停款。像是交易失败产生的这种类型，再来是 Action 或者是 Underbroke 部分，因为是直接嵌入智能合约的链接，可以简单的在社交媒体上，像是推特，能够简单的去散播。团队也有可能会想着这种办法及时的跳出来，阻止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诈骗。想想 MetaMask 我们正在使用的小狐狸，在签合约都需要你透过点击好几次的情况下，才可以认证成功或者完成这样一笔交易。那现在有很多钓鱼的诈骗合约了，那简单化的 Solana， 简单程序化的 Solana 也有可能加速此类型的灾情泛滥，进而影响用户的体验。毕竟信任这种东西一旦打破，就很难再次修补到完好如初。还有一个隐藏的担忧是 FTX 还有价值4000万颗的 SOL 在手上，大约是80亿美金的量体，其中在2025年的3月份将开始解锁，目前距现在的时间大概是半年左右。那这些代币的成本价格大概在64美金左右，也就是说每个月持续解锁到2028年。所以你需要关注到这样一天，而在这一天之后呢，每个月解锁大约是 60.9 万颗的 SOL。 总而言之，目前 Solana 的话的确是在一个上升期的发展。首先社群的向心力非常强大，而且 Solana 基金会也鼓励大规模的 DeepIn 类型的项目进驻，这也可能为 Solana 带来大量的 Web2 的资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DeepIn 那些赛道的话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那对于整体的链上来说的话，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同时的话 Solana 也会有一些担忧，那首先要先保持到自己能不能站稳到200元，就是200美元的这些大关，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后续才可能发展出更多的动能或者是它自己本身自带的平台生态。如果上面的隐忧一一排除了，那么目前以这种现阶段的社群的凝聚力，再加上持续稳定的吸收筹码，后续的叙事我想还是有1倍的增幅是可以跑的。那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 Solana 这股叙事能够把价格抬升到多少？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积极的评论。如果影片看到这里你有学到一些东西的话，也不要吝啬自己，请高抬贵手，一键3连，并且跟你的好朋友分享一下，说不定他也会因此爱上 Solana。 那么今天跟随着大家一起了解了一下 Solana 之后，我们还是进行一下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你是币圈的新人，或者是正准备进军到加密世界的小白，你还没有注册世界上最大2个交易所，一个是币安，一个是 OKX， 一旦注册之后，将对你以后的加密世界畅行无阻。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
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2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2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